忠犬，好可爱呀！有没有很胖？超大只，够大只了吧？巨瘦。Hello， 欢迎再次收看《J 这样玩》。今天要特别跟大家推荐这个东西。你看到我地上这里，这是飞乐。那飞乐他们很棒，它除了旧车电源跟打气机，旧车跟打气同时兼具，不再像我们以前一样只能2选1或买2台机器。特别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因为电动车除了特斯拉之外，特斯拉用锂铁电，但是其他的车系、其他的品牌，不管什么品牌，基本上都用12V 的加水铅酸电池。那2年之后，它就会没有电，没有电怎么办？没有办法启动大电池。像我1个礼拜之内我就调掐5次，一直跟原厂讲，但是原厂要做检测，要测3天。然后回来给我3天，我至少要测6天，1个礼拜，我才可以拿到1颗电池。OK， 进入正题，这些旧车电源充饱电之后，长期放在车上，那它是支援 Type-C。那为什么一定要有打气？那也要旧车，因为电池充饱，大家电动车车主大家都知道，电池充饱了100%，它长时间它没有消耗掉，因为我也不是一天到晚在救车嘛，我也不会想要去后车厢或前车厢把电池拿出来，然后去接我手机嘛。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而1个月检查一次自己的胎压，包含我去帮他再度轮胎补气。那电动车车主，特斯拉都教我们42，棒说42，我后来测试到一个很神奇的数字。44到45，好，我平常都打44，然后他居然2、3个月胎压基本上不太会减少。可是我以前打40或42，我常常掉到38，还蛮长的。可是我现在打到44，基本上我很少再补胎压。OK， 话不多说，这4台很特别，这2台，这2台比较小体积的，这个是8800容量。NaH， 然后12000，这一台也是12000，这个是最大的，汽柴油都可以用的2万。电动车我坦白讲，买1万多的就很够用了。那如果你家里又有油车、柴油车、汽油车，又有电车，那你可能真的就需要直接攻顶。那现场拆开给大家看。好，今天飞乐寄给我4个。那实际上在跟飞乐联络之前，我自己就先买了。对 ，OK， 好，这就先放在旁边。我必须要讲一个最特别的一件事情，这一台V12啊，它所配的线是最长的。我自己买的另外一个这一台，我自己买这一台轻量版的，轻量版的这一台旧车打气，你看到它的线多短，超短，短到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最贵的是这一台 STP70旗舰版，旗舰版跟它比，跟 V12比，当然有没有？长度还是不一样哦，长度还是不一样。我觉得这是让我蛮意外的一件事情呢。然后这一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Q12 快充版本跟 V12 快充版本，我们来看一下。靠，真的耶 ，V12 的线是最长的耶。好，我们看一下，但是2个又有差在哪里？电源控制。它这个接电之后啊，它这里还有在更多的一个电路上的控制安全，跟包含显示萤幕在这里。那如果我是买这个09的型号 STP09 这个型号，它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完全没有任何的开关，那也没有任何的萤幕，还有防尘盖，所以1分钱我觉得是1分货。那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夹子，哇，超大哎！对啊，怎么会大成这样？
对，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很客观的讲，电动车的安培数不需要太大，但是如果你家又有油车存在、柴油车存在，又有电车存在，你可能你自己的等级要买大一点、容量大一点的、这几个才能去救得起柴油车或货车，或者是其实坦白讲啊，都是帮别人比较多啦。掉价的时候都是帮别人比较多，所以这个东西买自己价格可以合理接受，因为你也不会想要拿，太大颗，大颗是很安心啦，但是你总不可能来麻烦那个果酱支援一下你的15 Pro Max， 对，来麻烦支援一下。好，假设我今天用这个 Type C 好了，哇，它这里有 Type C， 好，USB 2个，还有爆闪灯，或者是你拿来钓鱼的时候你要开它嘛，对不对？你看看，你不可能这样叠着嘛，对不对？这样充电也太莫名其妙了，超大好，这是双马达涡轮版本，所以会有2个散气口。这一种等一下我们都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这里都有一个橘色的隔热垫。等一下，这一条管子会很烫，尤其最烫的地方是靠近机身。好，机子的部分通常打完气之后，这里出风口会比较烫，然后接下来还有连接的管路的地方，在这里都会比较烫，那个真的很烫哦，所以要特别注意。OK， 好，这是 Pro Max， 所以如果是这样充电，这个大小还不错，如果是这样充电，也不错。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Q12 快充版本，一样都有 LED 灯、出风口，然后多个功能按键。这边一样是 Type C 跟 USB 2颗，然后旧车的地方、插槽的地方都在这。我们看一下大小，这样子大小。这个一样有萤幕显示。OK， 好，那这个就是我买的 STP90 Lite 版，大小。好，你看一下，它这边只有一个 USB， 其他机组它的等级比较高。我们看一下 V12也只有一个 Type C 跟一个 USB 孔而已。提醒一下各位，这个 V12真的很炫炮，这边是透明的，你可以看得到马达在运作，真的还蛮帅的，有点像那种性能跑车故意把那种气缸做出来给你看。这个它很特别，它如果真的没有电的话，它不用充电。如果你附近有点烟器、汽油车，它就可以直接插上去，然后直接帮它补电进去。但是补电不是帮它充电哦，是马上就让你可以直接打气使用。这是很特别一件事情，其他机型一定要充饱电。那这个它有一个 V12的，好插上去，然后接上其他车的点烟器，就可以为自己或为他人去打气。可是我必须要坦白讲一件事情，在电动车上面可能没有用，因为电动车小电瓶没电，就没有办法用点烟器，这部分要特别注意。OK， 刚刚我们已经初步的开箱跟初步的说明完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超充站，直接现场为大家做测试。嗨，我们又来到这边是雾峰的 U Power， 那我们现在当然有没有特别发现？当然 CC-S2， 我的车子是 CC1 哦。跟各位介绍一个很厉害的，我们老司机，我的客人他在美国，他开发了一个东西，哇！可是我今天电力我电力早上不小心充太多，要不然本来要试验给大家看，这个是超充转接头，很厉害。以往我们都用慢充转接头，现在这是超充转接头，它这个又可以超充又可以慢充，所以我就可以吃 CC-S2 跟 Type 2。Type 2是特斯拉的 ，OK， 好，先插上去。这边有个卡扣，这边有个防盗设施，防盗就可以扣住这里。那扣住这里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因为并不是每一个超充枪都很轻盈，像 U Power 一样很轻盈。你看这样扣住了，我就拔不下来了。好，我车等下会把它上锁。那接下来它上锁之后，它是不是重量就可以依附在这里？假设我今天是 U Power 这一台气冷枪。插上去，但是如果我今天是很重的超充枪，我很重的超充枪，我就会需要一个平衡点。那这时候这个超充转接头插进去，它就可以把重量做一个相对的，这叫 balance 平衡。对，扣上去，好，开始充。
但是因为我现在的电量已经86%了，86%没有办法支援到250 kW。如果我今天在20%到30%来充电的话，这边呢已经有车友成功的跑到239.9，很可怕哦！800V 的车子可以充那么高，对，你看。OK， 我来测试一下，感觉我自己很像那个什么旧车行动电源，就是财富自由的感觉，太达了。我跟你讲一件事情，这要特别注意一件事吼，就是所有的电动车都会遇到有问题，没有电的时候，后车厢电尾门是打不开的，有可能你车门都没办法打开。那 Ioniq 到目前为止，我应该是调掐全台湾调最多次的，我调了6次。6次还是6次，它车门都会打开，所以车门打开，我可以控制我的引擎盖拉把。好，我们来放看。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们的痛啊，韩国车的痛点。哎，盖不起来，这是很闹，你知道吗？那这根本不知道干嘛的。啊，这个放直的呢？这个放直的也盖不起来，下不去啊。对啊。这很悲剧啊！你看，唯一就这2个啦，不用想了。对啊，真是很闹。 P 版才会这样啦，如果不是 P 版的话就可以。对啦 ，P 版才会这样啊，就这2个啦。啊，好了，好示范一下。我们在旧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所有车上的电器我们要先去拔掉，所以我先去拔行车记录器。好，我就拔掉，拔掉。因为我现在是教学影片，我现在也没有要救我车，但是防尘套打开，比较顶规的才会有防尘套啦。好，它的电源控制器在这里，先插上去，上面有个萤幕，这边会主动亮灯，而且会哔一声。好，我现在开机。好，打开电源，电源打开了，放在它的旁边。线的部分你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很容易在接电瓶的时候会有火花，哦，火花是为什么？因为你先接负极，你再去接正极。对啊，所以正常来讲，我们都先接这里，先接正极，好，接下来再接负极。好，有一些车子它旁边会有个铁片，它希望你去接过去那边，所以每一台车都不一样。这边亮灯哦，有没有发现亮灯了？有没有发现亮绿灯了？接下来我们一样要松开的时候，先接掉负极，再放掉正极，完全没有火花，有没有发现？那我们尝试一下，先接负极，会有火花哦，要小心哦。哎，没有火花哎，好酷哦！是这一台的关系吗？我们再来试试看。我们来试试看其他台没有控制器的，这台 V12很漂亮。好，先接负极。好，接下来要去碰正极咯。哎，也没有火花，怎么那么特别？这个产品做比较好。对啊，怎么那么神奇？真的都没有哎。是那个最便宜的那个。好，一样亮咯。先接负极，好，再去接正极。哎，真的都没有哎，都没有火花哎。这个功能做得很好，太厉害了。这个真的控制得很好。好，轻轻的放下来 ，OK。我自己是习惯都放在前面行李箱了啊，就只有这2台，一个是这个才放得下去，一个是这一台，哦，一个是这一台，哦，刚好爸，刚好放得下去。啊，另外一个是这个，以盒装来讲的话，另外一个是这个 V12。
现在我们刻意的把环境亮度降低、降暗，让大家看一下灯泡的部分。哦，每一个都开机，有没有发现有灯泡？灯泡的部分其实它都有没有求救信号灯，3短3长。对，就是这样子。OK， 好，我现在就不要关哦，我现在开机，有没有超亮的？这量很多哎。对啊，这一分钱还是一分货啦。吓死了，吓死了！有没有？它亮法不一样，亮灯的方式不同。嗯。它可以持续性的亮灯哦。我们比一下持续性的亮灯，它这边就没有任何的手电筒的功能，这个都是可以有指向性的一个光线 ，OK 吗？嗯。亮度的部分就是这样，然后这个小小颗的，哦，这个可以当手电筒，探照灯的感觉，可以当手电筒。然后，但是我觉得以亮度还有变化性来讲的话，是这一颗 Q12。基本上都是按电源，或者是电源旁边会有一个灯泡键。其实灯泡照明跟灯泡的模式切换基本上都是电源。OK， 最后我们下一个总结哈，我觉得行动电源其实我刚刚在影片中有提到，就是说电动车其实它真的不需要太大的安培数。可是我真的发现一件事情，我买这个是 STP09，那 STP09的话它是8800。那8800的时候，我遇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打了4个轮胎之后，我就少了1格电。这部分其实是我的一大隐忧，就是说，当我在使用一个产品的时候，你要去问自己说，会不会每次用完之后都记得充电？那如果真的有可能会忘记的话，有可能8800可能不太够。但是你是一个充电随时都会记得的人，那我相信旧车长时间储存一定会有电力消耗嘛。或者是一定会有打气的时候，帮别人打气，那这个东西8800，我觉得就可以买。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会做其他用途，帮凹逆渗透下面储水瓶打气，帮轮胎打气，帮小朋友打篮球、气球这些东西，那你有可能就要买到12000的部分，Q12跟 V12的部分。旗舰款的2万的那个，或者是我这个12000的 Q12，那它上面呢、这个插上去电瓶的这一个开关啊，其实它上面有个电瓶检测功能它可以插上去之后可以看你的电瓶的低压，或者是你有接反了，或者是你是高温的状态，它这边都会有一个电瓶夹异常显示，如果有问题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做动的，也会同步的警告你在这里。对，你看防尘套。那我要特别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旗舰款的部分它是2万，它的容量是2万，所以真的充电要充到很久很久。那如果以我的后车厢或前车厢，我刚刚提到的时候，停电的时候可能打不开，我们也没有办法用实体钥匙去开后车厢，我就会选择这个比较小型的机种。比较小型的机种，这个是12000，那它的手电筒亮度在这里，它就没有变色。或者是我就会选这个 Q12， 它的虽然容量是12000，但是它的手电筒啊，还有它可以做红色或蓝色的故障警示判别，这东西都不一样。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如果你是一个使用完不太会去记得充电的人，你可能就没有办法买到8800这个，会建议再加一点预算去买到12000，这部分会比较好。各位车友，我们今天已经做完所有的测试，4种机台各有优缺点，电动车也好，油车、柴油车、货车都会需要这个行动电源来救车、来打气。欢迎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社群，还有 FB 粉专，里面会有救车电源的导购、Ioniq 的团购，还有快充转接头的导购，那一样都会有富邦责任险3000万。就这样咯，拜拜。